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2023全年，台湾制造业产值为17兆6072亿元，其中多达65%来自传统产业，其中不少神奇的公司在全球各大领域拥有高度的市占率。例如藏身台中神钢的工具厂，是全球少数能生产美国国防手工具的厂商。然而在隐形冠军的光环背后，不少劳工却把传产视为地雷职场。本期影片就要来探讨台湾的制造业究竟有多强，而传产是否真这么雷？在进入主题之前，我们要先带来一款产品。没错 ，Surfshark VPN 时间又到了。这是当前市面上 CP 值最高的 VPN 产品，在超过100个国家设有3200台伺服器，让我们轻松切换 IP 地址，保护我们使用公共 WiFi 时不会被有心人窃取个资。当前台湾人民受到病毒攻击的情况非常严重，程度已达世界前排。资料显示，骇客主要透过钓鱼信件、钓鱼网站或是勒索病毒等方式进行攻击，其中常利用社交工程方式寄发伪冒来源的钓鱼信件，或夹带恶意程式的附件，诱骗点击钓鱼网站连结或开启附件，借此骗取个资、账号密码或植入恶意程式，或利用勒索病毒将受害者电脑内的所有资料加密，借此勒索赎金。而我们一直推荐的 Surfshark 一个 App 就整合了 VPN 跟强大的 Antivirus 反病毒功能，目前已可支援 Windows、macOS 与 Android 系统，只要从主界面一键点击，就能直接进入防毒与杀毒页面，在执行快速或完整扫描后，便可进行后续相应的处置，保障装置不至于受到病毒与其他恶意软体攻击。说了这么多，有兴趣的朋友，连结我都放在下方说明栏了。穷奢专属优惠，立即点击网址，输入优惠代码即可获得额外3个月的免费，外加30天内无条件退款。现在就使用 Surfshark VPN 吧。话说回主题，传产这个名词没有严格的定义。早期台湾的传产描述的是技术与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产业，当时的范围涵盖农牧业、传统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中非知识密集行业。而在近年，传产描述的多半落在制造业领域。当前台湾的制造业可分出4大产业：电子资讯、金属机电、化工以及民生工业。其中除了电子资讯外的3大产业，变成了广义的传产。远见杂志近年的介绍，中台湾是世界级的手工具产业聚落，许多工厂长期采取品牌代工模式，规模一般不大，90%的员工数在50人以下，但他们生产出的中高阶手工具，如钉枪与扳手等，却能占据国际品牌1半的份额。这类传产工厂大多隐身在中南部，台中、彰化与南投是金属工业与机械设备产业的重镇，当地的机械设备工厂就有6000多家，占整体比例多达40%。台南、高雄与屏东则拥有高比例的石化与食品业，电子资讯业则大多坐落于北台湾。明显的聚落分布，多年来形成完整的供应链，成为台湾制造业的独特优势。按照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，台湾的产业群落发展指标仅次于意大利与美国。过往有投行专家就这么评价，台湾的经济优势源自传产与高科技产业实力兼具，这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。为何能发展出成熟的传产？这跟台湾的发展过程有关。时间拉回到2战以后，日本投降后，台湾的物价管制政策瓦解，加上战后物资缺乏，物价指数连年飙涨。从1945到1950年，年均物价上涨率都以倍数计算。之后美元抵台，台湾的经济逐渐复苏。到了上世纪60年代，台湾已拥有一整批廉价的劳动力，政府于是启动劳力密集出口，并推出投资奖励，设立加工出口区，吸引国外资金与技术，纺织、雨伞与制鞋等轻工业便快速崛起。我们前面提到的手工具产业也发源自这个年代。1961年越战爆发，2年后美军进驻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，台中当地因此出现手工具的制造工厂。不久后，台湾推动10大建设，除了新建交通与电力基础设施，也发展石化与钢铁产业。这段时期的制造业成为台湾经济的支柱。但就像所有新兴经济体，台湾的土地价格与薪资双双上涨，日渐严格的环保法规也加重制造业的成本。台湾自1990年代开始面临产业外移的冲击，传产便受到影响。虽然经济支柱出现裂痕，但台湾的经济仍保持成长，这背后源于产业结构成功转型。但从当年的政策也可以看出，台湾当局偏重科技产业，这也造成资源的分配不均。放眼世界，从劳力密集走向资本与技术密集，几乎是各大经济体的转型之路。
但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，电子资讯业的产值也高过传统产业，这让外界开始担心起荷兰病的问题。荷兰病这个名词来自1977年的《经济学人》，用于描述1960年代的荷兰在北海发现天然气油田后，大量出口带来庞大的外汇，但也因此让荷兰盾大幅升值。由于货币升值不利出口，因此在1970到80年代，荷兰出口制造业的竞争力便大幅下滑。不过，如果以现今的数字来看，台湾的产业现况其实跟荷兰病并不相同，但传产仍存在一个关键问题，那就是该领域的附加价值远低过电子通讯业，这导致传产的创新能力与技术提升幅度都处于偏低的水位，而这个状况更直接牵动劳工薪资。在台湾民众眼中，传产领域常常是低薪高工时的代称，网络上更有许多真才讯息暴露了产业的糟糕待遇。除了常见的低薪，传产常引人诟病的还有万恶的责任制与家族企业伴随的问题，更有不少小型工厂根本无视环境与劳动法规。根据台湾官方2023年的薪资调查，制造业年薪中位数为54万，在所有行业中排名中段，上有金融与医疗等行业，下面则是批发零售跟住宿餐饮。不过，如果细看制造业内部的薪资结构，我们会发现电子零组件产业的年薪中位数为76万元，比整体制造业要高出不少。至于工时的方面，全体受雇员工的单月工时大约为172小时，换算下来每个工作天大约8小时，其中制造业的工时略高过服务业一点。从官方数据来看，制造业的薪资与工时不算太差，但我们前面也有说过，台湾的产业聚落分布相当明显，这似乎也成为县市间薪资落差的原因之一。全台薪资中位数前6高的县市有5个位于北台湾，机械设备重镇的中彰投分别是第10、第19与第13名，南高屏则依序为第9、第8与第17名。薪资差距成了不少中南部年轻族群决定北上找工作的主因，也衍生出当前台湾制造业的一大问题——缺工。台湾劳动部去年底公布今年第一季的人力需求调查，结果显示，今年1月的人力需求为49000人，其中制造业的缺口就多达13000人。与此同时，住宿与餐饮的人力需求也创下同期新高。人力银行今年的调查则显示，任职营造建筑以及传产制造行业的上班族转职意愿超过其他行业。以上数据都凸显出当前的传产确实面临不少问题。总结来说，台湾的传统产业历经上世纪的辉煌年代，虽然一度遭遇产业外移的冲击，但当前仍有不少工厂掌握着中高阶技术，成为支撑台湾经济的要角。然而附加价值不如科技业，导致薪资调升空间不足，部分企业主跟不上产业革新脚步，还沉浸于过去的打拼方式，这也让年轻人望之却步。而政府虽然在近年推出制造业转型计划，但如果想改变传产的职场文化，恐怕还要一段时间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加入频道会员，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奢君贴图，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。期待你的加入，拜拜。